1919年2月22日，也就是溥仪第2次退位的2年后，紫禁城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他就是溥仪的新老师，苏格兰人庄士敦。庄士敦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，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，是一位熟悉中国历史和诗歌的学者。正是他在此后的几年中对溥仪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溥仪过去的几位老师都强调奉天承运和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，可是庄士敦却不拘泥于中国传统，他向少年溥仪引介了西方的技术和观念。溥仪开始意识到，在紫禁城外还有一个神奇的世界，这让他心中充满了向往。庄士敦还时常带来一些玩具送给溥仪，因为这些东西啊，当时在中国人眼里头，就是像今天我们头些年看到这个录像机，看到一些现代化东西一样，是非常稀奇的。所以溥仪这个人呢，他也好稀奇，他后来穿西服、骑自行车，那当时都是走在这风气之先呢，他都看到这些新东西，他都想尝试啊。1921年，15岁的溥仪到了大婚的年龄。按照清廷的传统，皇帝必须娶一位皇后和若干嫔妃。溥仪从中挑选了2个，一个是出身显贵望族的婉容，另一个是来自没落贵族家庭的文秀。1922年12月1日，大清皇室为溥仪举办了隆重的结婚典礼。婉容被立为皇后，文秀被册封为妃子。婚礼过后，溥仪和皇后在坤宁宫的新房里过夜。房间里到处是红色，如此布置是为了挑起情欲。然而事情并未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。行过河锦里，吃过了子孙饽饽，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，我觉得很憋气。新娘子坐在炕上，低着头，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只觉得眼前一片红，红帐子，红褥子，红衣红裙，红花朵，红脸蛋儿，好像一滩融化了的红蜡烛。我感到很不自在，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，便开门回来了。能够撩起情欲的红色，并没有让溥仪表现出男人应有的热烈。许多人把溥仪的性功能障碍归结到太监们的教唆。事实上，也正是那些太监们在溥仪青春萌动的时候，就使溥仪的生理机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。这些太监他不愿意一夜一夜的守这么一个小皇上在这睡觉，他也想自己找个地方，睡觉多好啊，是吧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就有的太监这个也挺坏的，是吧？他就找一些这个当时18、19岁的宫女，啊，宫里头有很多嘛，啊，一天找那么3个2个的往溥仪的床上一推。对于少年溥仪来说，性的挑逗很容易使他产生毫无禁忌的冲动。每天晚上陪溥仪的宫女常常不止1个，出尝禁果的溥仪经常被他们搞得手忙脚乱、精疲力竭。久而久之，溥仪便越来越觉得无聊，最后甚至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厌恶。皇后婉容住在储秀宫，她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喜好爵士乐和跳舞，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是一位新潮女性。溥仪似乎没有不爱婉容的道理，但是宫里人都知道，溥仪和婉容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。即便溥仪来到储秀宫，也只是稍待一会儿就走。
实际上，溥仪更愿意和庄士敦以及弟弟溥杰待在一起。在庄士敦的影响下，溥仪开始抵触长期以来的清廷传统。留长辫子是满洲人的习俗，庄士敦却把辫子称为“猪尾巴”。要在过去，这种话足以让他掉脑袋。可溥仪并不觉得如何，于是，在庄士敦的怂恿下，他剪掉了辫子。你说这种一个象征性的东西，你给剪掉了，对，保守人能答应吗？这不会答应的。那时候呢，宫中有3个太妃，端康、荣惠、静怡3个太妃，这3个太妃就不能答应啊。再有些个遗老啊，一些个老头儿，大家都在反对啊。当溥仪一头短发出现在几位老太妃面前时，老太妃们痛哭流涕。可是几天之后，皇宫中的上千名男性都剪掉了自己的辫子。此时的皇宫中正酝酿着另外一个大事件。紫禁城就像是阿拉丁的巨大宝藏，但是宫中的宝物总在不断失踪，甚至连皇后后冠上的珍珠也不翼而飞。庄士敦和溥仪都怀疑是太监们偷的，于是溥仪决定清查皇家财产，亲自调查珍宝被盗的事件。为了掩盖罪行，太监们火烧建福宫，无数稀世珍宝被付之一炬。溥仪一怒之下，下令把宫中的太监通通赶出去。他将他的军队调至紫禁城，驱逐太监。遣散太监的整个过程用了不足1个小时，上千名太监最后只留下大约100名。这次行使权力让溥仪的胆子大了起来，他要求庄士敦帮助自己到紫禁城外面去。他的计划是去海外留学。庄士敦对溥仪的决定虽然十分欣赏，但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，因此劝溥仪暂缓行事。溥仪虽然接受了庄士敦的劝告，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出宫的计划。1922年9月到1923年1月，溥仪将紫禁城珍藏的200多种书籍和1000多件字画，以赏赐溥杰的名义转移出宫外，为将来游学海外做准备。然而，就在不久后，溥仪却以一种他极不愿意的方式，被迫离开了皇宫。1924年，在军阀的一场混战中，民国大总统曹锟被俘，获胜的冯玉祥将军宣布，只要清廷的最后一位皇帝还待在紫禁城里，战乱就不会结束。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也随即被修改，新的文件即刻生效，溥仪的皇帝尊号从此被废除。而且他还被命令和皇室成员立即搬出皇宫。溥仪的军队根本无力与冯玉祥派来的部队抗争，别无选择之下，他离开了紫禁城。从2岁起，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皇宫以外的世界。冬天就要到了，溥仪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淳王府。自从突然被赶出紫禁城之后，他就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。他必须做出选择，
要么接受现状，要么力图复国。然而这两条路都让他害怕。绝望之际，他请求老师庄士敦游说英国使馆为他申请英国签证。然而，英国不愿破坏与民国政府的关系，拒绝了他的请求。英国人的决定为日本人日后利用溥仪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。早就与日本人暗中勾搭的前清遗老郑孝胥等人，此时也趁机在溥仪耳边鼓噪，奏请皇上移居日本公使馆，静观时变，以待将来东山再起。就这样，原本犹豫不决的溥仪下了离开王府的决心，搬进了日本公使馆。对于溥仪的到来，日本公使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，并专门为溥仪安排了会见王公旧臣的场所。日本人还鼓动溥仪说，离开北京会更安全，这让溥仪动了心。1925年2月11日，溥仪最后一次来到紫禁城外，望着巍峨的宫殿，他泪流满面。他发誓有朝一日，他还会以皇帝的身份回来。此后的20年，这个誓言成了他唯一的目标。3天后，溥仪乔装打扮，登上了一列火车，秘密前往天津日租界。当时的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2大城市，这里有规模相当可观的英、法、德、日等国的街区，既有外国的市政当局、社交俱乐部、教堂和修道院，还有曲棍球、板球、高尔夫球俱乐部，以及专供外国人使用的游泳馆和跑马场。溥仪和后妃、太监、随从、御医等30多人住进了日本租界的一幢楼房。溥仪决定在此重建小朝廷，以实现还政于清的梦想。于是，天津变成了各种投机分子和大小军阀的天堂。他们都想借助溥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而溥仪也几乎是对所有的到访者都来者不拒。他要想重新拿回清朝的政权，就一定得有武装，得有军队，得有武器啊，得有将领，这些东西没有是办不到的。所以说，他当时呢也是对这些军阀也是很主动的啊，愿意联络。这些军阀当然是他们也希望呢，通过溥仪这个宣统皇帝这块招牌啊，来使自己更正统化，来使自己在群众中更有影响力。所以应该说是相互利用。